翻车了，翻车了，打脸了，打脸了啊！王巨潘案开播2年半以来啊，最重要的一个打脸的新闻终于发生了啊！常在河边走，终于也要试鞋啊！昨天啊，11月3号这一天啊，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啊，公布了2024年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的复赛结果，一共有85名考生啊获得了优胜奖以上的名次啊。同时呢，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啊又公布了一个情况说明。在这个情况说明里头去讲，大家都知道，今年阿里巴巴的这个全球数学竞赛的初赛的时候啊，有一名江苏涟水职业中专的学生叫江平，获得了第12名的成绩啊，那可不得了啊！全球5万名考生啊，他获得第12，还是个中专，还是个女生，那一时间引起了全国的热议啊。现在调查结果出来了，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说了啊，说根据调查。王某某在预赛中间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那同一天呢，江苏涟水中等专业学校也发表了一个情况通报。这个情况通报跟阿里巴巴达摩研究院的内容是一模一样，只是加了一句说：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啊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优的先进资格啊。那至此呢，应该说沸沸扬扬持续了4个月左右的江平事件，算是终于告一段落，水落石出了啊。那要我说啊，这11月3号这一天公布这个信息啊，一定是经过精心谋划的。阿里巴巴的公关团队啊，确确实实是了不起啊。你想想11月3号这一天啊，是什么日子？再过2天，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就要投票了，特朗普跟这个哈里斯鹿死谁手，现在是最焦灼的时候，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第二，11月3号这一天呢，也是英雄联盟的总决赛的日子啊。这过去7年啊，中国从来没赢过韩国，韩国在这个英雄联盟这个过程中间也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啊。那中国队今年好像也挺有希望的，要跟韩国干。很多年轻人都等着这一天看决赛的结果啊。第三，这11月3号这一天还是个星期天，星期天嘛。大家呢，关注新闻的这个热度就是不如往常，所以你可以看到，精心选择的11月3号这一天来公布，这实际上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们最多也就议论2天，等到11月5号美国大选结果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讨论特朗普了，谁还关注江平啊？了不起就是给你们2天来讨论一下嘛。其次是吧，你年轻人讨论别的内容，星期六星期天又覆盖过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这一切实际上在我看来都是充满了机关的算计。当然说回我啊，这个新闻发布之后啊，这个确确实实，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教训。江平事件我做了2期节目，一期节目呢名字叫一个中专女生的逆袭啊，因为当时呢全社会也没有什么这个质疑嘛，那么我出于对朴素的这个认知啊，觉得这个女生了不起。后来又做了一期啊，就说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如何质疑打假啊。我呢讲当时主要出现的这些都是间接证据，都是弱证据，不足以说明江平本身做了假。但是现在看来，江平就是做了假嘛。你想想大家对我的期待是什么？我是一个调查记者，我应该比普通人更率先的发现疑点，更率先的去质疑，但没做到嘛，没做到。现在呢，而且啊，给人感觉当时我虽然没做结论，给人感觉就是站江平，所以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教训。所以我在这里也给大家来道歉，确确实实啊，确确是辜负了很多人对我们节目的期待啊。我自己客观反思啊，我在这个做节目的过程中间有没有一些主观性，肯定是有的。所以啊，我今天这个节目在做完之后，我们要专门做一场直播。这场直播我要专门来反思一下自己做这个节目过程中间的种种教训。与此同时呢，我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给我提意见，让这个直接连麦也好，写文字也好，然后开诚布公的这个炮火猛烈的对我进行各种各样的批评。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能走得长远，离不开大家对我们的监督鞭策。这个如果大家提供的监督的力量大了，水平高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走得更长远。我在这里给大家讲啊，今天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中间提意见提得好的，我们有礼物相送。送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定制的一些刀，在日本找的一些手工匠人定制的刀啊，现在呢还没有开始开卖，我们先送给批评我们的人。
第二呢，就是我们节目的 T 恤啊，这些 T 恤呢我们也没卖过啊，但是呢都是那些对我们最支持的、批评我们的这些网友，每次呢我们去送一些，所以欢迎今天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的直播里头啊，一定要对我进行毫不客气的各种各样的批评啊！有人说了，王局这是发动对自己的文革呀，是吧？好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头，我不太想就我自己的个人问题展开啊，因为我觉得这节目本身是一个公共平台啊，我们还是讨论这个节目本身的公共价值。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到江平这件事情啊，其实江平啊，虽然说11月3号才公布结果啊，但其实这件事情啊早有端倪。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江平这个事情啊是6月12号公布的结果，公布完了之后呢，第一时间大家都可以报道，那不得了。一个中专女生17岁是吧？结果呢，这考了全球第12名。当时有很多数学家出来背书啊。那复旦大学的那姚一娟老师都传着说这个江平是一个璀璨的新星，95%的数学系的学生都做不到这一点。然后紧接着6月22号参加复赛，复赛完之后呢，6月27号的时候，江苏涟水县政府公布了一个这个情况说明。当时就很多人质疑啊，说是江平不可能啊，是吧？结果呢，江苏涟水县的这个县政府的那个说明里头说什么呢？说了几点，说啊，江平当时啊，在这个平时的中专考试的月度考试里，数学只考了83分，这是属实。第二呢，江平参加这次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这个考试啊，电脑是借的。第三就是说，这个赛制的问题啊，我们也不懂，你们去问阿里巴巴。是不是？第四就是关于零食的事儿，是吧？就是老师给他零食的事儿，他们这涉及到个人隐私，县里不是特别清楚。其实这个说明啊，当时已经有点不太对劲儿了。为什么呢？给人感觉涟水县的县政府啊，其实知道这里头不太对，但是呢，这是阿里巴巴的事情，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有什么事情你去找阿里巴巴去。第二个不正常的地方就是。阿里巴巴的全球数学竞赛，过去每年你这个6月22号比赛，9月初的时候啊就开始公布成绩了，但是今年到了9月初的时候，这个成绩啊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公布，一直拖到了11月3号，延迟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你想想，如果江平这件事情是正常的，他不早就9月份就公布了吗？是吧？所以呢，这件事情虽然拖到11月3号才开始公布结果啊，其实可能啊这件事情有猫腻啊，种种迹象早就已经埋下了。那这里还有一个信息，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江平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就没有到涟水中学去上学，更不正常。因为当时江平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很多大学邀请他去参加夏令营，数学夏令营，浙江大学啊，他没有去。甚至有的说鼓励大学去直接录取江平，江平也没有去。然后到了9月份的时候，江平连这个中专都没有去报到了，那不是更说明问题了吗？这就说明有关部门不希望江平跟他自己的同学接触了，也不希望他暴露在媒体面前了。所以这件事情的疑点啊，早已经暴露出来了啊。那么紧接着我们就要说，就这件事情啊，江平这件事情到底谁的责任最大？在我看来啊，这件事情啊，江平跟他的老师啊，虽然说是始作俑者，但是他们根本不是在这个事件过程中间责任最大的。责任最大的是谁？就是阿里巴巴呀，就是阿里巴巴的达摩研究院呢，就是阿里巴巴的这个公关团队呀。为什么这么讲？应该说，如果没有阿里巴巴的主动操弄这件事情，江平这事情啊，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甚至都有可能根本上不了新闻。江平这事情呢是6月12号公布的结果啊，但是6月13号媒体报道就铺开了，紧接着阿里巴巴自己的一个关于江平的宣传片上网了。江平同学，你这次预赛的成绩是93分，然后是全球第12名。小二，全球第12名。小二啊，从第1名到你，他们学校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当然以为是这个宣传班里头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当时拍这个江平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得了第12名，前面都是什么耶鲁大学、国外的那些大学的那学生。江平当时一听就愣了，
是吧？因为这个过程中间是真实的，就拍的过程中是真实。那这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其实阿里巴巴拍江平的宣传片的时候，就是在6月12号左右的时间，江平还不知道结果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去拍的江平。这个信息啊，实际上啊，其实这个凤凰科技后来有一篇报道，凤凰科技在6月14号的时候就给阿里巴巴的达摩研究院打电话，就问你们什么时间留心到江平的？他们说这个公布成绩的时候才留心的，那这不是撒谎吗？你公布成绩的时候你才留心到江平事件，但是你的宣传片团队在6月12号的时候就已经到了江平他们家去拍宣传片去了。你拍宣传片，你是当天知道，然后你当天就赶到的吗？不可能吧？你肯定是事先都已经留心到这个新闻，你才知道这个事情，才提前谋划好你找的这个宣传片的拍摄团队，然后到那儿去找江平吧。我叫江平，今年17岁，现在是涟水中等专业学校的一名学生。平时做的那些作业，我扫一眼，我觉得没有什么做的价值，我更偏向于做高等数学之类的，它会给我带来探索的欲望。我学数学的大部分人都是不知道的，我会一个人在就是做那个数学题，他们问了我干嘛嘞，他们不知道。跟其他学校比的话，资源还是挺少的，但是我平时会自己做一些了解。也就是说，其实阿里巴巴早就知道江平这件事情，早就谋划着要把江平事件推出来了，这就是整个他们公关中间的一环而已。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其实阿里巴巴这个全球数学竞赛啊，2018年开始推出来的时候，在业界之外是没有什么知名度的，因为这个数学嘛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嘛。但是阿里巴巴这几年一直想推广这个项目，但是他们这个公关团队啊，推广的想了很多点子，比如说一开始想的点子是什么呢？说这个奖金高，100万美金呢，一个这个全球开放的，面对所有的数学爱好者搞的这个比赛，那么总奖金100万美金，第一名奖金3万美金，5个优胜奖，第一名全是3万美金，那这相当高啊，对吧？但是当时炒奖金没炒起来，热度不高，紧接着就开始炒这个外国选手参加这个比赛，因为一开始这个比赛呢，主要就是中国人参加，华人参加。那么后来他就开始炒作很多外国大学的这个选手也开始参加，也没炒起来。后来他们就想到了开始炒什么呢？炒这个草根选手。去年的时候，阿里巴巴这个全球竞赛推出了一个选手，就天津有一个快递小哥嘛，这个快递小哥呢，业余之间参加了阿里巴巴的全球数学竞赛，但是那个快递小哥呢，他成绩不太好，没有进入复赛，所以呢，他这个宣传效果也不太好。但是今年江平一个中专生，17岁是吧？相当于别的高中生嘛，又获得了全球第12名的成绩，那这个可不得了。所以阿里巴巴是精心推广、精心包装江平，把它变成了一个媒体事件。其实包括第一轮的当地媒体的报道，都是阿里巴巴操作的，阿里巴巴的公关团队操作的。阿里巴巴的公关团队啊，其实很多人我也认识啊。他们呢都是一些前媒体人，尤其是一些南方系的媒体人。这些媒体人啊，到了阿里巴巴的公关部以后，他们非常了解媒体的操作，也非常了解啊，就是哪些元素复合在一起啊，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推广效果。你想想，17岁女生全球第12，打败北大、清华、耶鲁那些学生的那个成绩，那这个就集中了所有的新闻爆款的各种元素，所以呢，就这样的一个包装的结果，一下子把这个江平的事件推成了一个新闻的顶流。但这里头就有一个问题了，你阿里巴巴搞宣传的时候，你这个宣传团队不核实江平的成绩吗？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就是阿里巴巴这个数学的这个委员会跟这个运营的团队是2个团队。这运营的团队是组委会负责的，也就是阿里巴巴公关部的组委会这个团队负责的。他们实际上是跟组委会之间是2条线，但是他们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据说也进行了审核，但你这个审核肯定是不严格肯定是不严谨的。另外，这里头还有一个信息要补充，就是阿里巴巴的这个宣传片的拍摄过程中，
其实并不是自己拍的，他们是把整个的这个拍摄宣传片的内容啊，包给了当地的一家电视台。这其实也是常规操作啊，因为阿里巴巴的公关部啊，跟当地的电视台的关系本身就非常密切。那么这个时候呢，直接给这些电视台钱也不太合适，所以他们经常公关部啊，就会把那种这活看起来非常轻松，但是呢又可以非常优厚的给钱的项目呢，给当地的电视台。好处呢，就是说双方建立一种紧密的利益关系。那电视台呢也很乐意啊，现在电视台不景气啊，那阿里巴巴那这实际上是金爸爸呀，他们给钱做一个宣传片，对他们来说这不是非常轻松的事情吗？但这里有个问题，那么这些电视台的人去拍宣传片，实际上他是没有太强的动力去核实这件事情的真伪的，因为拍宣传片跟拍新闻不一样，拍新闻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想着，哎，我要核实一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对于拍宣传片的来讲，那摆拍就很正常了。所以江平呢，让他写板书，那这不是很正常吗？摆拍嘛，宣传片嘛。宣传片的目的是什么？宣传片的目的就要实现阿里巴巴公关公司给他们的诉求啊。阿里巴巴的公关公司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把江平包装成一个天才啊。所以呢，宣传片的标题可不就是一个天才吗？所以对于媒体来拍摄宣传片的来讲，他不关注真伪，而阿里巴巴的这样的一个公关部来讲呢，对他们来说，他知道这些元素复合在一起会成为爆款。于是这么的一个江平的事件就爆发了。但是啊，紧接着当时不就是很多人质疑了吗？质疑的结果，这个过程中间，阿里巴巴其实是有时间第一时间切割的，尤其是6月22号的复赛结果一出来，这个考卷一出来，阿里巴巴的这个评委会啊，第一时间就看了江平的试卷。看了完之后，他其实就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假的。但这个时候，其实阿里巴巴是有机会切割的，你只要处理，宣布取消预赛成绩，宣布就是江平跟他的老师有问题不就行了吗？但是我了解的结果，一开始他们是准备在复赛结束之后的3、4天的时间里啊，就宣布结果。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6月25号、26号左右的时候，情况就变了。据说啊，是他们的领导啊，觉得这件事情不要搞，就等公布复赛结果的时候，让江平和他的老师自然落马的方式啊，来平息舆论。于是整个阿里巴巴就开始变成了一个鸵鸟战术了，就这件事情开始装不知道了。因为当时不是也有很多参加初赛的30几名选手给他们提建议要求调查吗？也包括有很多人，包括数学界的人也要求调查吗？阿里巴巴一律不说话。结果没想到啊，就是这个鸵鸟的战术没有起到作用啊，那质疑的声浪越来越大呀，这个天天上热搜啊，那这个事情就下不了台了。也包括涟水县人家地方政府也不跟着背锅了吗？就这个时候有关部门就开始介入了。对于有关部门来说，你形成这么大的一个舆情，网上天天讨论，这就不正常。那这就说明你阿里巴巴给我们添麻烦了，那么有关部门就要替你们民营企业来擦屁股。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等于阿里巴巴也包括江苏的涟水县的中学啊，已经失去了信息主导权。老师，如果我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是跟着您一块去给后续的课程内容？那我说可以啊。一开始我是就是把一些高等学教材给他自己先看看，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学习路上也是遇到了很多挫折，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有领路人的话，或许我的人生也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能尽我的可能来帮助他们。所以坊间就有人说，其实王润秋那个时候就想坦白，但是他实际上已经没有坦白的权利了。因为这件事情啊，事后看来，王润秋呢可能有自己的小九九，网上有人说他想考数学系的博士，结果呢没考上，他一直很想重新去读数学系的博士啊。另外一个呢，他可能搞奥数班，奥数班呢也需要成绩来装点门面嘛，所以他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因为这个比赛赛制啊也确实是有漏洞。你比如说初赛的时候就规定啊，你在48小时的时间内，你任意时间登录上去答题都可以，也没有时间限制啊。那我就在想，让王润秋啊，很可能就是自己先答了一遍，答完之后呢，他可能又发现了一个解题的新思路，
于是啊，他把这个解题的新思路呢，告诉给了自己的学生江平，甚至有可能他干脆用的就是他自己学生江平的账号来直接答的题。他当时可能想的是啊，反正初赛呢又跟复赛的成绩又不相加啊，即便是初赛能得到一个好成绩啊，也不太会引人注目。但是他对他自己，也或者说对江平来说，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没想到这一不小心，他的新思路呢，还确实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评价，获得了全球第12名。这下子事情搞大了，也就把事情给搞砸了。但这件事情的核心之恶，应该说王润秋跟江平啊，他们虽然是始作俑者，但他们的责任最小。你想想，江平是一个17岁的未成年的孩子，突然拍宣传片来了，说你得了全球第12，是不是？那她作为一个女孩子，有虚荣心，是吧？这个其实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虽然说她面对镜头的时候没有坦诚自己老师帮助她，但是阿里在操纵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简直就是一个集体之恶。那么等到终于公布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回过头来再去看，这里头有关于阿里自己的反思吗？没有啊。阿里巴巴的这个情况说明里头只说了一句，说我们的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一个开卷考试，说白了，有其他人去互相商量一下，在我看来是几乎不可避免的。但这里头这个事情中间真正的制度之恶，不在于开卷考试本身的漏洞，而在于阿里通过自己的宣传包装，有意识的炒作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炒作这样一个未成年人，把这个未成年人的当做他们整个赛制炒作的工具。而且这过程中间没有任何的信息审核，在出了事情之后也没有任何对自己的炒作进行反思，这才是真的是制度之恶。但是关于这部分，阿里在所有的情况说明里头没有一丁点的反思，把这个内容全部推到了王某某和他的学生身上。所以在我看来，阿里是这件事情最需要负责的，他们最需要反思的和调查的也是这个，但是在这个情况说明里头根本没有。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有关部门跟阿里巴巴共同商量出来这么一个结果，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连作弊2个字都没有提，只是说老师给学生在考试过程中间提供了一些帮助。那么我们想问的是，提供的帮助违反了禁止与他人讨论，怎么讨论的？讨论是多少？讨论的是1%、50%还是100%？那这性质相差可是千差万别呀。如果只讨论了1%，那我们觉得虽然说违反了这个规定，但还是有情可原。但如果是100%，那就不是跟别人讨论了，就是老师替考。有这样的细节吗？没有。那么江平的电脑是从别人借的，借谁的？是这个老师的吗？那这个如果是借这个老师的话，这个电脑是不是老师考试也用的这个电脑啊？他为什么要找这个老师借电脑啊？那江平的考试到底是在自己家里考的，还是就是在王润秋家里考的，还是说其实就是王润秋代替他考的？现如今看来，实际上这个考试绝大多数的可能性，可以或者甚至说几乎可以肯定的，就是王润秋代替江平参加的考试，江平可能几乎就没有参加考试。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里头，也没有关于整个调查的细节，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括涟水县中学一个老师指导学生作弊，仅仅是取消本年度的评优资格，仅仅就是一个诫勉谈话处理。虽然说这个考试啊不是正规举行的国家的考试，但是作为一个老师来说，指导学生作弊这件事情性质也比较严重吧，至少在师德方面，这其实也是非常恶劣的吧？为什么仅仅取消评优资格，没有任何处分呢？在我看来，这整个就是一个共同的这个理念。这个理念就是说，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事情很大，这就是一个小事儿，你们不用关注时间太长。那么我再接着再继续问，阿里，你既然调查了3个多月，那既然是王润秋跟他的学生之间有这种
跟大人讨论的事情。那在其他选手那有没有啊？你不是有5万名参加考试吗？那么此前在这个事情的质疑过程中间，有人已经统计了，其实有很多大学的那个最后入围的学生的成绩非常非常相近，带有非常强的聚合性。那你既然调查了王润秋跟江平的作弊的事情，其他的你为什么不调查呢？你既然要反思你的赛制的话，那你应该把你整个的可疑的过去几年的成绩都拿出来调查，这才是反思你的这样赛制啊。但是你也没做，你只是就说了一个江平的这个事情，所以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说明过程中间，我们看不到任何诚意，只看到了一个尽快的希望把这件事情赶紧给捂下去，赶紧让大家忘掉的结果，真是可悲呀。有人说数学做不了假，怎么做不了假？阿里巴巴的达摩院这个整个这个委员会中间那么多数学大拿，在6月24号复赛这个考卷一出来之后，他们第一时间就知道了江平这个事情是假的。我了解的信息，他们内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你想想嘛，复赛的卷子交给这些数学大拿一看，跟初赛比起来，那是水平相差万千，这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些数学大拿们有出来讲话吗？他们那些数学的专家评委们有出来面对公众来解释他们认为不正常吗？没有啊，他们全都不说话了，全都不声张了，全都在等阿里巴巴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公关稿。怎么做不了假？这不就是作假吗？鲁迅先生说，学医救不了中国，学数学同样是救不了中国。如果这些所谓的数学大拿除了会做题以外，面对公众的质疑没有勇气讲出真话，这种数学能叫自然科学吗？能解决这个社会中间的问题吗？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具有神圣性。如果自然科学的那些大拿身上缺少了人文主义精神，缺少了勇敢诚实，在我看来他们这些知识一文不值。所以你说有人说数学做不了假，在我看来这些人身上所呈现的那样的一些品质，恰恰说明数学太可以作假了。所以啊，我说，在这个整个事件过程中，我对阿里巴巴的达摩研究院，也包括举办这些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的数学评委们，我真的是充满了失望之极。第二个方面，我对整个事情过程中的媒体的角色，我也充满了失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事情过程中间，媒体扮演了什么角色？第一，为阿里巴巴拍公关稿，是吧？为阿里巴巴写公关稿，对吧？这是第一个角色。因为现在媒体不景气嘛，阿里巴巴有钱嘛，他们去给他们去拍公关片、宣传片。第二轮报道的过程中间，央视这些媒体都去了，也给江平他们做了宣传。但是这些媒体在面对江平的时候，没有发现丝毫疑点，在现场就是把江平当做了一个典型来塑造。一般的公众通过什么途径来获取信息？不就是通过媒体来获取信息吗？结果呢，这些媒体呢，完全没有承担起本该就有的社会责任。第三，当政府宣布这件事情晋升之后，把江平也保护起来，王润秋也不见了，你会发现在中国，当媒体真的想搞清这件事情的原委的时候，他其实真就没有什么办法。因为政府可以控制媒体跟这些真相之间的关系，你只能等有一天政府下令阿里巴巴出来公布这个情况说明的时候，公众才有权知道这个信息。但问题是，这个信息是整个事情的全部吗？远远不是，这只不过是政府跟阿里巴巴合谋投喂给公众的信息，并不是全部的真相。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呀！所以公众现在在讨论什么江平造假，很多人在说我当时猜对了等等。我认为这其实都不是这个事情中最重要的内容。
最值得我们讨论的、最值得我们声讨的这背后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公告过程中间，并没有显现出来，而且呢，在很大程度上又被公众遗忘了，又进入到了有关部门操控的信息的方向里。我自己呀，我个人觉得啊，我自己面对一个新闻有判断的过程中间啊，有失误啊，这都很正常。但是作为整个一个媒体的生态如此，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呀。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等一会儿啊，我们在直播过程中间继续来讨论我在这个过程中间所扮演的这种角色以及教训。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等一会儿见，谢谢大家。江平同学，你这次预赛的成绩是93分，然后是全球第12名。小儿，全球第12名。小儿啊，从第1名到你，他们学校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剑桥大学、清华大学。老师，如果我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是跟着您一块去练后续的课程内容？那我说可以啊，因为我自己本身在学习路上也是遇到了很多挫折，就是我觉得如果我有领路人的话，或许我的人生也会不一样。我们不是在教数学，而是用数学去培育人，用数学去思考。数学，我相信是一种非常好的思维方式。我们不能让孩子成为计算的机器，也不能让孩子变成做题的机器。数学是用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更具有创造力，帮助我们的孩子进入一个新的世界。